单管炮遍地都是，但双管的几乎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今天火力军就来聊聊瑞典的双管雷神之锤。使用雷神之锤系统的就是瑞典的 GRKP-BV90 自行迫击炮。看名字，各位也能猜出来 ，GRKP-BV90 其实是基于 CV90 装甲车底盘的自行迫击炮系统。2016年的时候，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局就与 HB 发展公司签署了一项合同，为瑞典陆军采购40辆 GRKP-BV90 120毫米自行迫击炮，合同价值6800万美元，预计将变为一个炮兵营。GRKP-BV90 配备了瑞典自己的 POS-2 导航系统，为瑞典陆军机械化部队提供间接火力支援。说到雷神之锤自行迫击炮系统，就不得不提及其先辈瑞典和芬兰联合研制的阿莫斯 AMOS 先进迫击炮系统。北欧先进迫击炮系统是由芬兰和瑞典两国联合研制。早在1996年，芬兰帕特里亚公司和瑞典赫格隆茨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准备为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研制一种120毫米炮塔式双管迫击炮。阿莫斯就源自于此。该系统配有自动弹药装填系统和电子目标攻击发射系统。该炮塔由芬兰的帕特里亚公司负责研发，装有2门同轴的120毫米短炮身后膛迫击炮，没有膛线，炮身长3米，俯仰范围为-5度至正85度，炮塔为全焊接结构，可以抵御12.7毫米子弹和炮弹破片的攻击。此外，烟塔也可以通过附加被动式装甲来提高防护力。炮塔没有采用传统的潜望镜，而是在车长和炮手位置安装了加盖玻璃板的油电脑，控制显示的照相潜望镜。该潜望镜与透过装甲安装在炮塔外部的6个锁孔式照相机相结合，可为成员提供防激光的外视图像。由于采用了新的外形设计，可防雷达探测，阿莫斯因此也具有隐身特点。炮塔两侧配备有电操作的烟幕弹抛射器，炮塔可360度旋转。炮塔的旋转机构和俯仰机构均为电动，发生故障时也能手动旋转和俯仰。2个炮管共用1个摇架，但配有独立的反后座装置，可单管射击。2个炮管之间装有1个抽烟器。由于炮弹装在可回收利用的短管式封闭容器中，这为直瞄射击提供了便利，使炮管无论处于任何高低脚下，都可以保证对炮弹进行准确定位。阿莫斯配备了先进的计算机火控系统，能够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由行驶到停止开火的时间为30秒，10秒内即可完成射击撤退的全过程。该系统炮弹弹药炮尾装填式，可以发射任何类型的120毫米滑膛迫击炮弹，射程较大，使用高耗装药时最大射程可达10公里，接近一般的105毫米榴弹炮。阿莫斯同样还可以发射由瑞典萨博防务公司生产的120毫米 STRIX 红外墨制导迫击炮弹，以及瑞士 SM 弹药公司生产的120毫米子母弹。阿莫斯具备多发弹同时弹着的能力，在15秒内发射6发弹，可确保6发炮弹同时击中1个目标。另外还具备直瞄射击，射程为1公里。阿莫斯系统的装填装置和瞄准装置都是采用半自动操作，持续射速为12发每分，在头30秒内能发射8发炮弹，循环射速为16发每分。为达到最大指定性能，该炮能够进行快速装填，使循环射速达到26发每分，持续射击的时候最大射速达到20发每分。但是先进的武器系统预示着要强大的作战性能，也是高昂价格的代名词。采用了诸多先进技术的阿莫斯双120毫米迫击炮出现后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高昂的采购成本也让瑞典人不得不低下了头。在芬兰等国采购批量的阿莫斯自行迫击炮之后，瑞典只采购了2门用于快艇实验，重新考虑研制便宜的自行迫击炮系统。2008年，瑞典开始重新进行自行迫击炮替换项目的概念研究，命名为雷神之锤自行迫击炮，是更为廉价的自行迫击炮系统。通过采取更为简单的结构和技术之后，雷神之锤自行迫击炮的成本也比阿姆斯自行迫击炮有了大幅度下降。据称采购成本只有 AMOS 的1/5。雷神之锤系统的设计完全可以称其为奇葩。首先是采用前膛装填双管构型，其次是半自动装填机构的工作流程。雷神之锤120毫米双管模块化迫击炮系统保留了经典的前膛装填方式，但不完全通过人力来实现，而是借助机械在双发射管的上面并行安装了双管装填机构。在进行作战状态时，装填机构包裹一枚炮弹，
并完全伸出管道，然后装填机构向下转动角度，将炮弹对准一根发射管后松脱炮弹，再收回装填机构进行下一枚备弹，如此反复动作来实现连续射击。雷神之锤射击的时候，2名炮手就站在双管装填机构的尾部，依次左右补弹，持续射速每分钟约10发，56发备弹存放于炮塔的尾舱。这样奇葩的装填方式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测试中是有效的。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研发的新型单管120毫米迫击炮也采用了类似的装填方式。相对于其他性能，同样采用了双管设计的雷神之锤射速同阿莫斯相比较下降不多，可以8秒发射4发炮弹，最大射速16发每分，持续射速10发每分，依旧可以无需改装就可以发射。瑞典 STRIX 猫头鹰红外墨制导迫击炮弹等特殊弹药。STRIX 猫头鹰红外墨制导迫击炮弹外形与普通迫击炮相似，但头部装有红外制导控制装置，中部装有电子装置，尾部装有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和折附在弹体上的固定翼，采取了红外制导。STRIX 对目标的命中率极高，单发炮弹对点状固定目标的命中概率不低于90%。STRIX 还采用顶部攻击敌方装甲战车的模式，这大大提高了对装甲目标的攻击效果。破甲厚度能达到550毫米。STRIX 墨制导迫击炮弹发射后，炮弹尾部4片尾翼机打开，弹丸在空中稳定飞行。弹丸头部的红外制导装置具有识别目标能力，一旦发现目标，红外制导装置就会输出捕获和攻击信号。弹体上的12个小火箭发动机便按处理器要求修正弹道，从而使炮弹像猫头鹰捕鼠那样又快又猛地击中目标。与高爆弹相比，普通 STRIX 弹的最大射程为5公里，如果使用 STRIX 增程弹，最大射程为8公里。就雷神之锤双120毫米模块化迫击炮系统自身的性能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通用性强的优势，其炮塔可以安装在任意的地面或水面作战平台上，可以非常好的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且价格也比较便宜。相比起使用了全自动装填系统的迫击炮系统的阿莫斯先进迫击炮系统来说，其在射速方面还略显不够，且由于其火炮本身身管较短，故而在射程上也无法与同口径的长身管迫击炮相比。不过就如刚刚说的那样，雷神之锤双120毫米模块化迫击炮系统的一大特点就是价格便宜，因此对一些小国来说反而是合适的。比如瑞典目前就购买了一个营的采用了雷神之锤双120毫米模块化迫击炮系统的 GRKB-BV90 自行迫击炮，并放弃了阿莫斯先进迫击炮系统。毕竟类似阿莫斯先进迫击炮系统这样的价格可不是一个小国就能负担的。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各位朋友还知道哪些双管迫击炮系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